大家好，我是房天，欢迎来到房天与小白的区块链 Podcast。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是我们的星期四哈。今天星期四，也就是时间的话呢，是在10月16号。对，然后小白这边呢，也是从香港学习回来，刚好我们就开始准备去录制这一期，因为要把这个礼拜的节目做完嘛，对不对？对，然后我今天早上从香港就在那个高铁的这个路途中，然后我看了几个新闻啊，然后想跟大家聊一下。那有什么东西想跟我们大家去分享的呢？对，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说稳定币的市值接近历史高点，可能会推动这个山寨币或者主流货币的一个上涨。我想问一下房天，稳定币是什么？其实稳定币它也就是从本质上来讲，它是具有一个锚定某个属性的一个加密货币。就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比如说，呃，就是股票与人民币之间，我们做一个区别，对不对？就是当数字货币的话，因为它的交易量很大嘛，对不对？然后数字货币的话，但是我们知道信用货币有很多，比如像美元、人民币、日元、英镑，就这些有很多的信用货币。但是你会发现，投资者的话，他在交易数字货币的时候，他往往的话呢，就是要么美元转换成比特币，要么就是美元转换成比如狗狗币之类的，对不对？然后的话，在整个数字货币里面呢，它就由于它的交易量很大，所以它往往呢就需要有一种能够呃有一种数字货币能够就是兑换所有的数字货币。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讲到说，这个稳定币的市值接近历史高点，它可能会推动这个我们的整个这个一个数字货币的一个这个上涨。那这个事情它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因为稳定币的话，像我们比如说了解的比较多的，就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泰达币，就是我们所谓的炒 U 嘛，对不对？就是 U，比如说 USDT，就是这种的话呢，就属于稳定币。比如说你要去比如我们的合作方就是 Bitget，它这边如果要交易这个比特币的话，那你必须要买 U 嘛，对不对？你要用 U 来进行买，而不是直接用美元、用人民币来进行购买嘛，对不对？比如说你人民币的话，那你可能人民币你要换成 U，然后从 U 在交易所这边来进行交易。所以来讲的话，U 呢就承担了一个稳定币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每个市场它都有它制定的一个规则。像一般来讲，它主要是目前规模市场最大的一个稳定币的话呢，就是所谓的 U 嘛。它主要锚定的话呢，就是美元，所以它跟美元之间是属于1:1的关系。就是1U 的话呢，就相当于等于1美元，就这样的。就所以很多，那这样的话就很方便结算了嘛，对不对？就所以你那个美元涨了，你那个 U 的报价也会跟着涨，因为他们最终的话呢都是1:1锚定美元的，所以来讲的话呢，这个稳定币它所谓的锚定的加密货币属性，其实它锚定的，比如我们说的炒 U，它锚定的呢就是美元，知道吧？就所以1U 的话呢就相当于1美元，然后你再兑换成人民币，你大概就知道哦，1U 大概可以换成多少比例的，大概7块多人民币的一个样子，差不多就这样。但是这个稳定币的话呢，它又分两种形式。就是一种形式的话呢，就是有资产抵押的，就比如说我买1美元的，就是我买一个 U，就是1美元，对不对？然后的话呢，那么可能作为这个 U 的发行商，他可能就需要购买1美元或者说等同价值的一个物品来作为抵押，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去1:1兑换嘛。就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没办法实现1:1兑换的嘛。但是它不能直接说用我们就是买 U 的这个价钱，比如说我们不管是用美元买还是用人民币或者用这个港币去买啊，那我们它不能直接拿这个钱去换算吗？一定要用这种抵押物的方式吗？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通过算法来进行锚定的，就是不需要抵押的。所谓的话呢，就是算法稳定币。算法稳定币的话呢，它就是不需要通过抵押物来进行锚定的。比如说像我们了解比较多的，比如说 UST 和 BAC，就是这些的。所以，但是你说这两种哪种更可靠呢？那肯定是有抵押物的，就是这个信用价值可能会更高一点吧，对不对？就毕竟来讲的话，就很多
像比如在以前古时候交易，可能都是以黄金来作为交易的。然后的话，你发行多少的信用货币，你必须要有多少的黄金储备才行，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不搞黄金储备了，然后你纯印刷钞票，那你就会无限印了嘛，对不对？就所以信用货币它是基于你的信用来发行的。那要是你那个政权崩溃了，或者说你的信用已经不存在了，那你发行的只是一堆废纸而已。因为发行的话，比如说每个国家它自己的币种，它其实是可以说了算了。但是像这种黄金，它是整个国际流通的，对，它是需要去挖矿的，它没办法说你说发行多少就发行多少，对吧？所以它有个实打实的抵押物在这里面。那其实我们聊到这里，我觉得也跟观众们聊聊天啊，就是除了这个黄金，有没有什么这种标的物也是我们比如说单独另一个国家去讲，它是不能随意发行的？我现在突然想不出来这个东西。你说像地皮，它不算吧？对吧？你地皮其实国家还是可以无限去扩延的。你说像车子也不算，还是可以造车，对吧？因为它其实是可以用它发行的币种去造车。其实黄金它在很早以前能够成为一种货币，它必然有它的一个历史属性在这里面的。就这个就很长远了，这可能要涉及到远古时期了。这个我如果到时候跟你讲的话，我告诉你，我可以讲一个系列的。对，我们这个等到时候有空了，然后再慢慢的跟观众聊一下天啊，或者我们可能未来我们会有一个这个直播的频道，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时候，也可以在直播上。到时候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货币的历史。比如说像在中国发行什么角子啊，多少泰铢啊，就是多少铢啊，多少贝啊，从最早的时候从贝壳、海贝来作为货币的计量单位啊，然后一直怎么转移到黄金啊、铜啊、白银啊，以及到信用货币美元的那一系列。其实你会发现，人类的文明进化史其实就是一个货币的一个进化史。对，所以我们其实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房天它整个的一个知识储蓄量，确实也是一个非常海量的一个存在啊。主要是我比较喜欢去研究一些比较冷门偏门的东西。所以我们未来其实也有一些直播的打算，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多跟观众聊一下这种就是知识一个外放的一个问题。对，就所以我们往后当中也会在我们的 podcast 当中不断的去给大家传播一些不仅仅在于行情啊或者数字货币的一个涨跌价格上，同时也会给大家聊一聊我们自己研究的一些知识面啊，或者各方面扩展大家的一些思维。好，谢谢房天。然后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就关于马斯克的，我觉得马斯克就时常的占据这个新闻头条啊，真的他一直在这个热度里面。然后今天是看到一个特斯拉的一个新闻，说特斯拉转移7.6亿美元比特币到这个未知的钱包，它可能会出售。那这个事情你是持什么样的看法？因为比特币就是特斯拉的话，它是在我记得是在21年2月份的时候，它大概购买了15亿美元的一个比特币。其实走了这么多年，因为今年是24年了嘛，已经走了这么多。我记得那个时候的话，刚好就触发了整个比特币价格大涨。然后这些年下来，比特币价格不断的上涨之后，其实特斯拉已经把大部分的其实都已经卖掉了，知道吧？而现在的话呢，就剩下7.6亿美元，大概也就是，比如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追踪到的大概特斯拉就只有11000多个比特币，大概也就价值7.7亿美元。然后它今天的话，应该是前2天，然后它这边可能进行一个出售，说到底可能也就是对于整个，它可能会有几点考虑，当然这也只是我自己的猜测。第一个猜测的话，他可能认为现在的比特币价格，因为今年一直以来已经长达有将近7个多月都是在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格局，他可能认为现在特别是前2天这个价格又出现了大量的暴涨，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个变现的一个需求，这是一个他可能会考虑到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特斯拉前段时间它不是发布了就是新产品发布会嘛。新产品发布之后的话呢，但是特斯拉的股价其实表现的并不是特别好，所以特斯拉前2天的话，它的股价就跌得特别大，知道吧？就跌得特别多。比如说在当天我记得发布会的时候，当天就跌了8%，将近4000多亿人民币，就市值就蒸发掉了。但是这个发布会出现了什么 bug 吗？不是，主要是发布会它的发布的很多产品，因为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上市的一个日期，导致整个华尔街认为的话，它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之后的话呢，最终导致一个东西，并不是说它这个产品不好，
而是说，因为投资者对于股价往往对未来会有一个，他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对方向来判断的。当没办法给予非常明确的一个判断之后，那么毕竟马斯克他放鸽子也放的蛮多的了，就所以来讲。我们没办法去，特别他又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大概这些产品，比如说无人出租车、机器人啊，什么时候进行上市啊？所以最终导致的话呢，就特斯拉股价前段时间大概就是缩水了大概4-5千亿人民币，大概这么一个规模吧。所以特斯拉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减持这个比特币，或许是有可能是想回收一部分现金的一个考虑，作为流动。对，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当然，具体的情况也是需要，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猜测而已的。但是他的这个行为肯定会对整个数字货币会有一定的影响的，毕竟像特斯拉、马斯克，他是属于一个公众性的人物，在整个货币市场，他的话语权还是有很大影响力的。特别是狗狗币这个山寨币，就是被他这边就是带动起来的。所以虽然说它对整个比特币的冲击会比较小。就并不是说是特别大，但多多少少对整个市场的活跃啊、氛围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具体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可以再继续保持一定的观察就好了。OK，包括从这个星球日报的这个报道来看啊，就是这个特斯拉转移的这个1点多万的这个比特币，价值大概有这个7.7亿美元嘛啊，它也是从22年的6月份以来，它首次这么操作去出售它的这个比特币或者转移它这个比特币，所以说从我们再对应回到就是它前阵子的一个发布会，就跟它的个股票下跌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关系。这只是我自己的猜测，就是这，但是是否真的如就是真实的情况的话呢，还需要马斯克或者特斯拉那边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给市场当中的一个答复才行。但至少来讲，他现在并没有这方面的声明，所以的话，我们也不需要过多的去揣测它，只是把它当做对这个市场，可能在情绪上可能会有一些冲击，但是对整个市场整体来讲，应该冲击不会特别大的。毕竟现在整个比特币的市值其实规模已经很大，你7.7亿美元其实能起到的作用，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大。所以而且我刚才听您说这个比特币这2天要在一个比较大幅增长的一个状态啊，我看了一下，距离我们上次的这个播客的时间，好像它涨了这个基点还是挺多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行情价格怎么样。今天的行情，我记得我们在9月30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你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是怎么跟你讲的？就是说，就是10月份这个比特币价格还会延续9月份的一个上涨的行情。然后在10月中旬之前，它会打出一个下影线，对不对？就所以我们从近期，包括大家也可以回看一下我们前期制作的几期节目，你会发现现在整个比特币的行情价格走势是不是跟我们之前预测的一模一样，对不对？然后说中旬现在已经到中下旬了，这个价格就已经飙起来了。而且从现在这个67000点多的这个价格来看，它算不算已经接近于我们近期的一个最高点了？不。我认为它还会继续向上突破。那突破到大概是在什么时间段？它可能是一个节点。首先来讲，我们先不要去看它在什么时间段节点，因为我们如果从时间上判断的话，其实整个比特币在高位震荡下行，其实已经走了7个月了。其实就相当于说，今年将近一大半的时间，其实都是属于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就震荡下行的一个格局。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周线图。你看，就基本上都是围绕在这边震荡下行，就突然的一个暴涨，然后涨了比较多了之后，要突然的一个下跌，对吧？对，就所以，但是它前期的一个高点的话，大概是在73000的价格，73000，对，73000，然后现在报价的话呢是在67000，对不对？所以我们最主要看到的一个东西就是看它能不能打破这个前期高点的阻力位。如果说它能够打破前期高点阻力位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的话呢，就是这将近7个多月的调整，可能就是一个动能的就是就像弹簧一样，已经把它压得够低，已经在聚集足够多的就是能量的。那么它一旦
释放出来、爆发出来之后，那么可能就会迎来新的一波大涨出来，就很有可能了。那到时候这个价格可能到8万啊、9万啊，我觉得完全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它就是一个蓄势待发的一个力量。对对对对对。那从今天就是我们从这个价位上看的话，现在买进去合适吗？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可以买，但是先不要买太多，因为毕竟这个月的话，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月线图，其实它这个月已经涨了，就是涨幅已经就是比较大的了，已经涨的就是比较多了。像是这个月现在已经涨了6%了。我记得我们当初一开始，在月初做这个内容的时候，它跌幅大概跌了5%、6%，那将近也就是说这2、3天的时间，差不多就涨了有10%了，对不对？其实这个涨幅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的话，至于它能不能延续继续向上突破的话呢，我们可以暂时先，因为我记得我们上一期做的节目是在上个礼拜周日，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去香港上课之前，然后我那个时候预测的价格的话呢，就是在6万6左右，对不对？然后昨天的话呢，它最高差不多快触碰到6万8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下一个阻力位的价格，大概就是在我们先锚定它在7万，对不对？就看它能不能破7万。锚定它7万，那么你说的这个今天买进去的话，这个价位还不要买，就是放置太多的一个比例。对对对。那么你的意思是，它还会往下再调整一点吗？就我们再往下调整的一个区段再去买？我认为它在调整，就算再往下调整，其实空间也不会很大。因为现在整体来讲，整个就是10月份的下半个月就下旬嘛，基本上都维持一个涨势的一个趋势，所以来讲，它即使调整，其实幅度也不大。我们可以在日线图里面可以看到5日均线，5日均线就在6万6，知道吧？5日均线就是在这里6万6，知道吧？所以现在价格是在6万7，也就相当于说有1000多美元的一个止损空间，对不对？那如果你要现在买的话，你大概买个10%进去，然后止损价位的话呢，你就设置到6万6。当然的话，你不要掐这个点来设这个止损，你就设到6万6100、6万6200，就是你要有一定允许它有一定穿仓的一个毛刺的一个空间在这里面。然后目标价位的话呢，就直接看到7万。那这里的盈亏比的话呢，就是1:3了嘛。你亏1000美元，然后你赚3000美元，那我觉得这个单子的话，你就可以下进去嘛，你就买个10%、20%就好了，知道吧？然后之所以到底是买现货还是买合约，就看大家的兴趣爱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了。那您刚才也讲了啊，这个比例，如果是按照你的这个投资习惯，还是会选择10%到20%在这个比特币的这个这个配置里面。对对对。那我可不可以再讲一下其他的一些主流货币呢？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嘛。像以太坊的价格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我们先看一下周线图。其实本周的话呢，它的涨幅已经超过了6%了。就这个礼拜，今天周几啊？今天是周3了嘛？周3的话，其实它已经涨了6%，其实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的，至少比比特币是要更大的。而且它现在价格已经来到了2622了，知道吧？然后我记得我们当初一开始跟大家讲的话呢，是在2300左右就是2300的，大概也就涨了300多块钱。就300多美元。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日线图来看，那么日线图的话，这个以太坊适不适合买呢？因为我觉得昨天它最高是去到了2687，其实这可能会对整个以太坊会有一定的一个压制的作用。因为你发现它昨天比特币在上涨，但是以太坊的价格却出现了一个小幅的调整。甚至下跌的幅度大概在0.8%左右。然后它虽然说走出了一个这个礼拜的高点，但是它昨天收的话却收的是阴跌，就是收了一个阴跌，知道吧？那么今天的话，它是否会延续一个上涨？我觉得它的动能可能会有点不太足，因为它其实上涨的话，那么昨天的高点可能也会对它形成压制。昨天的高点就是在2687。现在价格是在2620，对不对？嗯，就所以我的意思说，那这个以太坊
那我们就知道它的利润空间大概可能就只有60个点，60个点，这个价位值不值得我们去冒险？我个人认为可以先放过它，先不要去做它。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做这个投资的这个投资数货币的这个比例来讲的话，以太坊我们先观望。对对对，我们暂时先观望一下它，因为它这个利润空间比并不是特别高，而且来讲的话，在比特币那么强势上涨的情况下，然后以太坊还出现了一个阴跌的行情，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也说明了它的上涨动能其实并不是特别足的。如果真的要选择的话，情愿去选择其他更加活跃的一个货币，哪怕实在不行的话，我就直接炒比特币算了，就可能还会更好一点。对，然后我们在早上这个就是开播前啊，我看了一下这个 K 线图，我们这个佩佩币是不是也是在一个往上涨的一个趋势？佩佩币的话，其实昨天是下跌的，昨天是下跌啊，对对对，但是它今天它就开始，但是这个礼拜整体还是上涨的，知道吧？我们看一下它的周线图，佩佩币周线图的话呢是上涨了7%，但是它昨天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行情，昨天的话是跌了4%，而从今天的话又开始小幅度的上涨，对对对，但是它在14号的时候涨幅比较大，当然一天就涨了12%，所以我们对于整个佩佩币的话，其实昨天的高点其实跟以太坊也是一样的，都会对今天的上涨形成一定的压制，知道吧？所以对于佩佩币和以太坊的态度，其实我保持一个差不多相同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暂时先观望一下它，因为这里面的机会它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大，知道吧？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几个货币品种，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目前来说，比特币它作为一个主流的货币，它还是比较要强力的。至少这几天的表现来讲，要比其他货币乐观，就对对，非常的乐观，就乐观很多。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狗狗币嘛，比如像狗狗币的话，但是我认为，如果你要炒，首先我们看一下狗狗币的日线图，日线图上来看的话。今天白天它是小幅度下跌，跌了差不多1%，但是它在昨天的话却上涨了差不多0.7%。你想一下，以太坊、佩佩币这些山寨货币都在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下跌，但是狗狗币和以太坊一样却出现了一个上涨。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可能狗狗币它的人气活跃，包括市场交易的频率，可能要比佩佩币和以太坊可能会更加的，就市场情绪上来看。要更加强烈一点，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如果你真的要选择货币来做的话，那还不如做狗狗币和那个比特币两个货币，然后以太坊和佩佩币我们暂时先放一放。那像狗狗币跟比特币的话，你会放多少比例在狗狗币上面呢？我认为如果在比特币里面放10%-20%，那狗狗币我们就直接放那个30%。那么从我看了一下，就你说它昨天是上涨，是不是今天早上开始它又有点下跌的一个情况？下跌，因为今天才刚开始，时间不长嘛。就才到中午的时间，它可能最大发也可能在下午的时间。对，最一点就是它的动能完全是有可能突破昨天的一个高点嘛。但是你让以太坊或者佩佩币，你让它去突破昨天的高点，对它来讲就会有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也就是说，从狗狗币的情况来讲，我现在可能这个价位买进去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下跌了一点点，可能它在下午的时候会有一个回涨的一个情况。就不一定下午，可能晚上嘛，都是有可能，只是说从概率学当中来讲，只是说狗狗币要比以太坊和佩佩币它的机会更多，而且目前这个价位，对，而且上涨空间，阻力小，对，主力要小一些，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介入这个市场的话，那我还不如做狗狗币和就比特币作为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分配管理，对，会好一点这样的。然后之所以那狗狗币，如果你真的要买进去，那就我们大概在什么价位买进去会比较合适一点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找一些合适的价位。我个人认为一个合适的价位的话呢，你可以在0.11451这个价位，然后买进去。然后的话，因为现在价格是0.116540，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呢，我们可以先等一等，可能等到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等它这波调整完，它就是因为白天的话，它可能会有一点小幅下跌，等它跌完之后，
你大概在0.11451附近左右，你差不多就可以买进去了。然后之所以未来的价格能看到哪里呢？我们就暂时先看到0.11924，看它能不能破这个价位。如果它能够破了0.11924这个价位，那么可能的话，这个狗狗币可能就会迎来一波新的更大的一个上涨，都是有可能的。OK，那房天还有没有其他的币种值得跟大家聊一下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手软哪这个货币。因为它昨天其实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下跌，再加上今天白天的话，它也出现了一些跌啊，特别是它白天的时候，那么这个货币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觉得它机会也还好，也是比较适合去介入的。就如果你要买的话，我们可以在但是我们可以先等一等，我们可以等到它149.8的时候再买进去。现在价格的话呢是在153.15，为什么要选择在149.82这个位置呢？因为这个价位的话呢，刚好就是日线图的10日均线的一个位置，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把它买进去就好了，知道吧？这个是Solana的一个大概一个操作，但是Solana的话，我们个人建议不太放太多钱进去，因为你放个10%左右就好了，就不要说或满仓杠啊，或者说成仓干进去，这不符合我们的一个操作风格。毕竟来讲，数字货币它每天的波动幅度其实是比较大的。谁知道哪天一发神经，可能就飞起来，也有可能跌下去，都是很有可能的。而且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它多少都还是存在分享的，我们还是得去就是严谨的去考虑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在价格上我们都很难去，就怎么说呢？就是在整个货币市场呢，它价格大涨大跌，有时候是我们没办法去把握和预判的。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管理好自己的仓位和自己的账户，这个是我们实打实能够去掌控的。之所以说这个数字货币价格未来能够涨到多高的一个价格，或者跌到一个价格，你会发现每一个货币它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特性。你只有对它足够的了解，甚至说还需要有一定的所谓的感觉在这里面，知道吧？就所以我们没办法绝对的去把握一个货币什么样，但是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所以来讲就是说，我们一味的去看待这个价格，它其实是个变量，但是我们不需要，但是我们真正要做到一个东西是一个固量，就固定的一个价格。就是固定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是我们能够固定掌握的？就是你的持仓比例、你的风险管控能力、你的盈亏比，这是你的账户管理，这个是你能够自己就是占有主导权的，知道吧？那这个价格涨跌的话，不是由你来主导，所以来讲的话，我们不要一味的去专注在这个变量上，而更多的要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回顾到我们自身的自己能够掌控的东西上。包括自己的一些投资风格跟一些自己的一些个性，到底是不是我们适合从这方面金融市场去做这个投资跟理财，对，需要自己的一个这个去判断或者主观的一些东西去意识到问题。对，就是我们不要去追踪，就是太多的去追踪一个变化的东西，我们更多的去把握一些我们自己能够既能决定我们生死的，同时又相对来讲我们自己能够掌控命运、能够自己掌控的东西，在这里面去多打磨一下，知道吧？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无论去做任何的品种，无论是狗狗币也好，主流币也好，山寨币也好，非主流币也好，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都是怎么来说呢？就是机会会更多一点，这样的。而且从整个这个金融的这个情况来看，金融的行情来看，就是其实大家应该更多的保持这种客观的规律啊，去看待这些事情。对，在往后当中，我们也会怎么去做实践交易，包括这个盈亏比怎么设置，包括这个未来当中我也会教给大家怎么这个均线图怎么去看，波浪理论啊，还有教授大家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指导。就怎么去做，这就需要大家随时多去关注我们那个帕克斯频道，在往后的内容当中，我不断的话，小白同学他也会不断的成长，因为他真的是个小白，就是我跟他一起搭档的话，也是
一定的机缘，因为他之前对数字货币一点都不了解，对金融也不了解，也没有去炒过其他这些东西。所以之所以选择跟他一起搭档这个节目的话呢，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真实的状态，怎么样能够从零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然后去理解和接纳这个市场。对。而且从我的角度，我知道其实有很多女性可能对这一块都处于一个空白的状态。那么其实我们经常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有一个想法，就我怎么样让我的资金配置更加的合理化不能说一定的安全，但是要合理化。然后怎么样，其实就是我们用传统的那个土话来讲，就怎么样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这是我思考的问题。那我们做资金分配的话，那是不是也可以去关注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数字货币的市场？那所以就大家跟着我一起成长，然后有需要关注到这一块的，如果你是一个小白或者新手，也不用担心，我们其实一直在讲一些比较通俗易懂的这些方式给到大家。对，同时我也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像小白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招财体质来的，所以来讲，大家多收听我们的节目，无形当中也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财富增长，对，带来一些能量上的一些能量上的加持吧，就属于这种运势上的加持吧。对，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有更多的想法跟建议，也欢迎能够给我们的留言。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电报群，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电报群里面，随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如果你在交易当中有一些疑惑啊，或者说对自己在交易当中有一些持仓的情况，希望我们能够给一点的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会尽我所能的给予大家一定的解答吧。对。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就差不多就这样，好不好？好的，因为快到午饭时间了。另外再说一句，就是我们的电报群呢，其实拉了一个粉丝群，因为最近也有一些粉丝进到我们的群里面嘛，然后也希望就想了解这一块的一些就是宝宝们也可以加入进来。对，所以到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因为行情都在不断的变化，有时候我们在这个 YouTube 上，我们也没办法说去随时去关注，就是回复大家。如果大家要在第一时间能够联系到我们，希望能够给出解答的话，更多还是在电报群里面，然后的话大家进行互动，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点。对，那我们的电报群的一个链接是不是每次都在我们的就是在视频下方里面都会有的，到时候大家可以在视频的说明简介栏里面都可以找到的。对，所以大家在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在看我们这个播客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简介，或者是看完视频拉到下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链接啊。对。好，那我们暂时就先这样，拜拜。好，拜拜，下期见。下期见。